生后背突然冒出黑爪痕，不进废弃教学楼就会死。楼里藏着个歪脖子女人，白衣染血，攥着匕首，专挑躲起来的学生下手。说好躲够3小时就能活，同伴却突然把他推出去喂怪物。梁凡攥着满是灰尘的破布，把自己缩在2楼教室墙角。那女人的脚步声正在上楼，漆黑的瞳孔，死人般的脸贴在门缝上扫，手已经摸到了他盖的布，他连呼吸都敢停。没想到女人的手却突然顿住，转身走了。楼下突然传来尖叫，是那个娇小可爱的女生，一只虫子爬在她身上，她没忍住扔了布团，歪脖子女人瞬间扑过去，掐着她的脖子，把人提起来，匕首直接贯穿胸口，心脏被掏出来的瞬间，整个教学楼都回荡着她的哀求。体育生跳窗逃跑，可女人垫着脚追，明明走得慢，却怎么都甩不开。他跑了10分钟，终于撑不住，回头怒吼要真向女人手一挥，他的脑袋直接掉在地上。而梁凡盯着手表等时机，后背突然刺痛，逃跑的时间到了。梁凡疯了似的冲向后门，女人的手已经快碰到他后背，他猛地扑出门外，女人却像撞了空气墙，只能在里面狰狞地敲打着无形屏障。他瘫在地上喘气，才想起这一切的源头。1个月前，发小李玉明的背叛，当初李玉明抢了梁凡的女友宋双晴，还找人把他打进医院。梁凡跟踪他才发现，这小子总往废弃楼跑进去后，自己后背也被抓出了爪痕。李玉明说躲够3小时一起走，结果跑的时候突然把梁凡推出去当诱饵。梁凡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女人根本没理他，化作一道白影冲去捅李玉明，匕首扎进后背时，李玉明还在笑，你有爪痕，迟早要回来。梁凡拼了命跑出校门，第一时间报警，可警察来的时候，楼里的尸体、血迹全没了。警察说梁凡精神有问题，班主任给了他假可他打开微信，突然多了一笔凭空出现的钱，他瞬间懂了，李玉明当初一夜暴富，靠的根本不是正道。可还没等他细想，学校传来消息，李玉明死了，死在车祸里。梁凡懵了，他明明看着李玉明被女人捅死在楼门口，怎么变成车祸了？他以为事情能过去，可1周后的课间操，后背突然剧痛，冲进卫生间照镜子，那3道黑爪痕竟然在一点点扩散。梁凡后背疼到窒息，明明要去医务室，抬头却站在了废弃楼前。另外3人也一脸懵，刚还在教室、校外进全背拽，到这有人宁死不进，结果后背爪痕突然炸开，一只手直接从里面伸出来，撕他脸，挖他眼，见人死状。剩下3人咬着牙决定拼了，抄起木棍、砖头冲向校服女，其中1人一棍砸断她的脖子。没想到他歪着脑袋照样追，校服上连个血印都没有。那2人没跑几步就被匕首刺穿胸口，梁凡拼了命才冲出校门。这已是梁凡第3次逃生，可他越想越怕，只要有爪痕，就算逃出去，迟早还会被拉回来。下课他拽着同桌吴勇问废弃楼的事，吴勇却神神秘秘，听说以前死过个女生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梁凡找班主任问，被狠狠怼回来，问其他老师，全装不知道。直到找到烧锅炉的老陈头，塞了好酒好烟，老陈头才醉醺醺开口，那女生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抹了脖子，鲜血喷得满地都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线索刚有眉目，老陈头突然醒酒，再也不肯多说。梁凡没办法，逛校园论坛时竟找到个5年前的帖子，太恐怖了，好好一个人突然自杀，他私信发帖人，对方却要5000块才肯说，约定街头，来的竟是个黄毛，抢过钱只塞给他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死的女生叫韩倩倩，被威胁强暴后自杀，学校封得严。可等梁凡再想追问，发帖人账号已注销，他脑子一热，竟跑到废弃楼门口喊韩倩倩的名字，刚转身就听见脚跟不着地的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校服女正歪着头盯着他，梁凡吓得声音发颤，我帮你做事，你别杀我。可校服女只诡异笑，突然伸手按住歪掉的脖子，咔嚓一声脆响，脖子竟正过来了。梁凡哪还敢多待，转身就跑。等他喘着气回头，却没看见校服女追来，只有墙上不知何时多了一行字。梁凡又找老陈头喝酒，老陈头却突然清醒，除了你，最近还有人问5年前的事。还没等梁凡细问，老陈头又蹦出一句，那女生叫韩倩倩。可再追问，老陈头却闭了嘴。转天梁凡再去锅炉房，人没了，老师说老陈头退休回老家了。梁凡后背突然剧痛，明明想逃去医务室，一脚踏空，竟又站在废弃楼前。眼镜男、蓝发女、中年男也全被拽到。这中年男宁死不信邪，吼着我有护身符，就冲进去。结果刚泼完黑狗血，韩倩倩的匕首就扎进了他胳膊。中年男慌了，又掏出童子尿狂泼，可韩倩倩连躲都不躲，校服染满污秽却更显狰狞，一把掐住他脖子，匕首对着胸口的护身符直接捅穿，护身符碎成渣。他睁着眼被捅了10几刀，鲜血流满操场。蓝发女吓得腿软，梁凡拽着他就往办公楼跑。梁凡要找老陈头说的封印棺材，果然在办公楼地下室找到，棺材盖翻在一边，周围全是碎符纸和断墨线。他刚捡起个带恶鬼图案的金手镯，身后突然传来轻飘飘的脚步声，韩倩倩来了。2人慌忙躲进棺材，竟听到他悠悠叹口气，满是怨恨。等韩倩倩走后，2人刚爬出来，后背伤痕突然一疼，逃生时间到了。可后门空荡荡的，梁凡却拽住要冲的蓝发女，他肯定在蹲守。
果然，下一秒韩倩倩的白影就出现在后门。蓝发女后怕得拍胸口，梁凡却盯着手镯，这东西说不定能救命。终于等到韩倩倩离开，梁凡从2楼跳下，蓝发女怕高不敢跳，她却收回准备接的手，任由她摔在地上。两人刚冲到后门，韩倩倩突然从后面追来，匕首都快碰到梁凡后背，她猛地转身，把手镯砸在他脸上。韩倩倩惨叫着后退，脸上竟流血了。梁凡趁机抱住蓝发女冲出后门，后背还是被划了道大口子。蓝发女要带她去黑诊所，医生包扎时说再深一点就没命了。可回教室后，班主任对她逃课却不闻不问。这时有人喊他，竟是同逃出来的眼镜男。我叫李通天，有个要命的消息。两人躲在凉亭，李通天直言，学校里报复的学生大多都进过废弃楼，而且韩倩倩优先追杀逃生老手，他曾放弃进的人，专门追几百米外的老手。梁凡浑身一震，难怪他当初杀李玉明不杀我。李通天又补刀，第5次追杀，没几个人能活。晚上梁凡喝醉酒，在小路遇到个戴斗笠的盲和尚，僧袍是黑色的，左手拿锡杖，右手提灯笼。和尚突然抓住他的手，你这手镯从棺材里拿的吧？梁凡懵了，刚想问，和尚却摇头，仅凭他对付不了韩倩倩。说完提着灯笼就走，脚步从没摔过。废弃学校要拆迁了，施工队进进出出，竟没一人出事。要知道这里可是大凶之地，进去就会被厉鬼韩倩倩追杀，死无全尸。可现在他们平安的诡异是韩倩倩消失了，还是有更可怕的东西在背后？梁凡和李通天赶到现场，星辰到了谷底。施工队拆的不只是废弃楼，更是他们躲避韩倩倩的最后掩体。可更诡异的是，韩倩倩从头到尾没出现这厉鬼，竟在怕什么？他们冲进地下室，竟撞见个戴斗笠的和尚。韩倩倩被人放出来了，和尚一句话让两人汗毛倒竖。这和尚正是5年前封印韩倩倩的人，可他身上的邪气比厉鬼还让人窒息。和尚说自己法号渡魔，要留下对付韩倩倩，可梁凡却发现他根本不提韩倩倩被谁放出，更对两人背后的伤痕避而不谈。这和尚到底是来除鬼，还是来完成5年前没做完的事？离开时，墙上的字让他们浑身一僵，杀死李阳。匕首刻的字迹还带着血迹，像韩倩倩的笔记。这个李阳是谁？是害死他的渣男，还是解开一切的关键？农村来的穷小子，竟让校花当众喊着就喜欢他。校草气到眼睛冒火要动手，被他像扔垃圾袋一样甩飞3米远。可他压根不 care 恋爱游戏，满学校找的人，竟是逼死女生还当体育老师的渣男。蓝乐乐拽着他的胳膊撒娇，全校男生的目光能把他戳穿，可他反手就甩开他。我在找人，就这一句话，让刚才还娇滴滴的校花瞬间变了脸。李阳当这2个字从他嘴里蹦出来，蓝乐乐眼睛亮了，他仰着清纯的脸故意刁难，凭什么告诉你？下一秒，他直接揪住他衣领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校花当场哭了，旁边被甩飞的校草趁机冲上来，敢欺负乐乐。结果农村来的他只用1只手就把这朵校草再次按在地上摩擦。蓝乐乐终于松口。李阳是体育老师，全校女生都迷他，可他是个搞大女生肚子就逼退学的渣男。更吓人的是，连校长都得让他3分。他听完眼睛都眯成了缝。这个李阳不就是5年前逼死韩倩倩的元凶？可韩倩倩化成厉鬼1天杀了37人，为啥偏偏放过他？蓝乐乐突然拽住他，想知道更多，陪我约会就说。刚摆脱校花纠缠，迎面就撞上他的初恋宋双晴。初恋看着他俩拉着的手，眼神像碎了的玻璃。她不是我女友，但你更没资格。他一句话戳碎初恋的最后一丝希望。谁能想到，他追了2年的初恋，转头就被富二代睡了个彻底。陪蓝乐乐狂买东西时，他才说漏嘴，这钱是拿命换的。原来每次从厉鬼韩倩倩手里逃生，都会有人死，而他已经逃了4次，下一次可能就活不成了。一群拿着钢管的混子踹开教室门，对着角落男生喊打喊杀。谁都没想到，这个吓得浑身发抖的学生，竟藏着能要人命的秘密。更诡异的是，他们打他用的不是拳头，居然是童子尿和黑狗血。学生证上的照片明明就是他，可这个叫王群泽的高2学生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还在哭喊：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难道真的找错人了？砍刀架到脖子上的瞬间，他终于崩溃了。我说我在废弃学校的地下室打开过一口棺材，这话一出口，连混子都停手了。棺材里躺着个穿校服的绝美少女，浑身贴满符咒，他女朋友刚碰了少女嘴里的夜明珠，当场七窍流血暴毙。这哪是棺材，分明是索命符。更吓人的是，接连4个同伴像被蛊惑般冲上去抢财宝，全死在了棺材前，唯独他活着跑了出来。这到底是幸运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就在他们怀疑王群泽故意放跑女尸时，渡魔大师突然出现，冷冷丢下一句：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放了他。那真正放出女尸的到底是谁？9个人惨死，只为放出一具女尸。和尚布下的邪术封印，每死1人就弱1分，9死才能换1生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根本不是意外，有人在故意杀人布局，而他们全是棋子。渡魔大师的话像冰锥扎进心里，9死封印，碰者利弊。梁凡和李通天倒吸凉气，这哪是封印，分明是用活人堆出来的地狱门。可谁会疯到故意送死？王群泽那具女尸会吸引人，突然成了最恶毒的谎言，这是个局。渡魔大师一语道破时，梁凡后背直冒冷汗。韩倩倩被困在废弃学校，竟是因为地下埋着墓地，藏着风水凶局。可和尚话锋一转，若他真能离开，你们就往死里跑。
更诡异的事接连发生，校长儿子李阳名声狼藉，却和渡魔大师扯上关系。韩倩倩一边追杀梁凡，一边给他送钱，这钱是奖励还是催命符？蓝乐乐突然表白的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？后背灼烧般的剧痛袭来时，梁凡知道该来的躲不掉，废弃教室再次出现，李通天、蓝乐乐紧随其后，连渡魔大师都来了。他握着锡杖的手在抖，我身上也有伤痕，5年恩怨，今晚必须了结。渡魔大师挡在身前，我们却浑身发冷，明明死寂一片，危险却像潮水般涌来。蓝乐乐突然死拽住我衣领，脸色惨白如纸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我汗毛倒竖。韩倩倩来了，雪白校服一尘不染，可那双眼睛里是能吞噬一切的黑洞。他握着匕首步步逼近，看向渡魔大师时，竟勾起一抹笑，那笑意比寒冰更刺骨。我们直接被他当成了空气，这无事比杀意更让人心慌。孽障！渡魔大师锡杖遁地，僧袍无风自动。5年前亲手镇压的厉鬼重现，他怒斥的声音里藏着难掩的凝重。这一次，他好像不一样了。锡杖与匕首猛地相撞，渡魔大师竟被震得后退半步，韩倩倩却像疯了一样扑上来，匕首带起残影横扫，每一下都往死里扎。我正失望这和尚怎么跟普通人似的，蓝乐乐却惊叫道：“太厉害了！原来韩倩倩的速度早超常人，能打成这样。”渡魔大师已是非凡，渡魔大师一杖砸中他，韩倩倩凄厉惨叫着后退，可下一秒他眼神更凶了，疯狂进攻下，渡魔大师竟开始后退，僧袍被划开一道血口，他要撑不住了，符纸漫天洒出，韩倩倩瞬间被火焰吞没。我刚松口气，李通天却嘶吼：“不对劲！”火人里的他纹丝不动，下一秒匕首直接刺穿了渡魔大师，怎么可能？等等，渡魔大师身上竟有铠甲，匕首被挡住的瞬间，他挥杖猛砸，可韩倩倩速度突然快到消失，下一秒出现在他背后，寒光在闪。这次铠甲还能挡住吗？渡魔大师艰难地支撑着，韩倩倩似乎变得越来越狂躁，她的速度已经超越常人，每一次挥舞匕首的时候都快到了极致。她虽然用脚尖走路，速度却快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。她凶残地挥动着匕首，另外一只手却突然猛地冲了过来，就要贯穿过去。伴随着钢铁碰撞的声音，她的手臂竟然穿过了铠甲。如果不是渡魔大师及时后退，恐怕身体就要被贯穿。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5年时间，你竟然变得如此强大，看来将你封印在大凶之地，果然会增强你的实力。渡魔大师微微一笑，目光看向了他。我听到这里，内心一震，和李通天对视了一眼，彼此面面相觑。韩倩倩嘶吼一声，再一次向着他冲了过去，速度快到极点。然而下一刻，他的身体却停住了，因为不知道何时，渡魔大师伸出手，掏出了一个古怪的铃铛。这个铃铛外面很邪恶，上面具有着一个鬼头，显得狰狞万分。当铃铛摇动的时候，所发出的竟然不是叮叮的声音，而是一种极为阴森的声音。谁能想到铃铛竟然能发出这样的声音？这个声音让人听到之后浑身发冷。蓝乐乐倚靠在我怀中，目光恐惧地看着眼前。李通天呆立在原地，声音喃喃道：“完了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。”我缓缓点点头，只感觉血液快要凝固了一样。渡魔大师看向了眼前的韩倩倩，他伸出手抚摸着她的脸，面容充满了温柔，目光慈祥地端详着，仿佛在看一个完美的造物一样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虽然我早就知道你会变得无比强大，但是强到这种程度还是出乎我的意料。看来你已经不惧怕阳光，行走在白天也如常人一样，实在是带给了我太多的惊喜，也不枉我浪费了5年时间来培养你。”这时我走了出来，目光看向了他。我知道在这个时候逃跑已经无用，渡魔大师，你不该解释一下吗？我看向他问道。解释有这个必要吗？渡魔大师抚摸着韩倩倩的脸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声音得意道：“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现在的他将是我手中最锋利的匕首。身为出家人，却做这种事情，不觉得羞耻吗？”我看向他冷冷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反而已经不怕了。反正就算我们逃跑，渡魔大师加上韩倩倩，我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。眼前无论怎么看，都是必死之局。羞耻！这世间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只要为了达成目的，牺牲一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渡魔大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充满了得意。这么说起来，你将韩倩倩封印在这里，只是为了培养她，让她变得更强而已。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杀死她。我看着他问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以我的能力想要消灭她，并非是一件难事。”渡魔大师看向了我们，声音喃喃道：“也罢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就将真相告诉你们吧。从10年前我就开始游荡四方，寻找绝世兄弟，想要培养出一个绝世凶鬼，用来作为我的护法鬼。可找寻了很久，依然没有让我满意的地方。直到5年前，我来到了这里，发现了这块绝世兄弟。这里阴气汇聚，正是传说中的阴脉。而韩倩倩的出现，更是让我感觉到了万分兴奋。她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，本身就是极阴之体，一旦变成鬼，必成厉鬼。因此，我放任她被欺骗，含冤而死。又突然出现在了李阳他们面前，帮助他们封印韩倩倩，并让他们搬离了校舍，让这片兄弟滋养着她。这样他就能真正成长为猛鬼。这么说，是你解开的封印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你。我看着他冷冷说道：“并非如此。”渡魔大师摇了摇头，看向我道：“按照我的预计，韩倩倩应该7年后自己破开封印，但是她5年就出来了，
这中间出现了差错。我之所以在韩倩倩身上下了9死封印，就是为了防止她被打扰。但是谁也想不到，王群泽那个混蛋竟然误打误撞进入了地下室，导致了封印被莫名其妙的解开。不过之后，韩倩倩开始疯狂杀人，不知道多少人因此而死，但她也因此变得更加凶厉，这实在是意外之喜。虽然中间出了很多差错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，我还是成功了，一切都如我所愿。我目光看向他，讽刺一笑，谁能想到我们一直以来的救星，到头来却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你真的很卑鄙，是你为什么背叛我们？蓝乐乐也站了出来，目光看向他，眼神充满了绝望。背叛？你可知我为何法号渡魔？渡魔大师道了一声佛号，目光看向我们。此刻的他再也不复刚才的冷漠，反而充满着邪气。我若成佛，天下无魔；我若成魔，佛奈何我？说完这句话，渡魔大师扔下身上的僧袍，在他的身上竟然全都是恶鬼纹身，这些纹身一个个张牙舞爪，让他仿佛地狱恶鬼一样。在这一刻，我拉住了蓝乐乐，目光充满了绝望。现在你们既然知道了真相，那么就应该知道结局究竟是什么了吧？他说完摇动铃铛，在他身后，韩倩倩一步步走了过来，她目光呆滞，全身僵硬，手中提着滴血的匕首，散发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。杀了他们！渡魔大师指着我们说道：“快跑！”我急忙喊道，拉着蓝乐乐就要跑。但我们的速度怎么能跑过韩倩倩呢？仅仅是眨眼之间，她就已经来到我们面前，手中的匕首贯穿而过。我挡在了蓝乐乐面前，微闭上眼睛，只能等死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我疑惑地睁开眼睛，却看到韩倩倩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蓝乐乐摇晃着我的胳膊，目光惊骇地指着远处道：“你看韩倩倩在干什么？”我转过头看去，却愣住了。韩倩倩正凶悍地举起匕首，与渡魔大师激战在一起。渡魔一边用锡杖抵挡，一边喊道：“你疯了吗？竟然想要杀你的主人！”韩倩倩却不管不顾，身影不断出现，凶狠的一刀落下，渡魔大师身上已经出现了一道伤口。他目光震惊，声音喃喃道：“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脱离我的控制？”招魂铃，他握住铃铛，不断摇晃着，铃铛发出极为古怪的声音。然而韩倩倩动作丝毫不受影响，匕首再次落下，就要贯穿渡魔的脑袋。渡魔大师身体向后退去，语气已经变得惊慌起来：“这怎么可能？到底是什么环节出现了差错？你竟然不受召魂铃的影响？不过就算如此，你又能怎么样？5年前我能镇压你，现在我依然可以。”他握住锡杖，再度与韩倩倩激战起来。看到这里，我如梦初醒，拉着蓝乐乐，目光看向李通天，说道：“我们赶紧躲起来吧，别管他们了。”李通天点点头，我们3个急忙离开，而渡魔大师还在跟韩倩倩大战，彼此之间不分胜负，躲藏在一个2楼当中。我轻轻松一口气，目光看向李通天，说道：“真想不到，竟然出了这样的变故。我早就知道这个和尚不可靠。”李通天叹了一口气，却困惑问道：“但没想到，以他的精明，竟然也出了差错，的确有点奇怪。”我看向他说道：“刚才那种情况，渡魔是不屑跟我们撒谎的。这么说起来，真正将韩倩倩放出来的人并不是他，他的计划出现了差错，有人提前将韩倩倩放了出来，这也导致他并不能控制韩倩倩，这下他可麻烦了，韩倩倩肯定要找他报仇。”蓝乐乐幸灾乐祸道：“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目前的情况，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2个同归于尽。”李通天说道：“这是再好不过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看向他说道：“不管他们当中谁活下来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场灾难。”我们沉默了半天，彼此对视着，默默等待着。在远处不断响起韩倩倩的厉笑声，看来他们的战斗还在继续。可我们这些普通人根本无法参与其中，只能默默等待着。这种感觉很不好受。蓝乐乐瑟瑟发抖，涌入我的怀中，我搂住他玲珑的身段，目光游离地看着窗外。这样可怕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我们谁都不敢大声说话，唯恐被发现。而远处战斗的声音突然停止了，整个学校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当中。在这样的寂静当中，我们激动不安地等待着。就在这时，我们后背突然剧痛起来，我们猛地意识到生路已经开了，来不及多想，我迅速站起来，拉着蓝乐乐的手就要走。李通天跟在我身后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向着后门走去。但当我隔着老远看向后门的时候，却看到韩倩倩正站在那里。我们去大门，这里不能走了，我低声说道。李通天他们点点头，我们又转身去大门，小心翼翼地行走着，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们一个个如同过街老鼠一样。大门已经近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心情都放松下来，只要离开这里，我们就安全了。但这时我突然感觉浑身一颤，一股冷意弥漫在我心头。我转过头看了一眼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韩倩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追过来了，她的速度之快，简直如同一道残影。在这个时候，她简直已经不是在跑步了，她是飘过来的。她来了！我尖叫说道。李通天身体猛地扑了过去，连滚带爬冲出了门。蓝乐乐也急忙冲了出去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了。距离门只有1步之遥。在这时，我内心已经放松下来，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安全了。但是下一刻，我的脸色变得惨白无比。韩倩倩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她竟然挡在了门前。我停下脚步，
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这个时候冲过去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于是，在蓝乐乐他们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我一咬牙向后跑去。看着我跑开，韩倩倩也愣住了，然后向着我追了过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真的感觉到求生无路了，没有人能在韩倩倩面前逃跑。她的速度之快，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我疯狂地跑着，冲进了一个教学楼，然后随便找了一间教室，躲藏在桌子底下。整个过程不到几秒钟。而这时韩倩倩来了，她目光游离地看向四周，寻找着我的踪迹。我捂住嘴巴，只感觉心跳要跳出嗓子眼一样。韩倩倩找寻了一周，一无所获，却不离开，目光四处望着，似乎在诧异为什么我冲入教学楼就消失不见了。但这时她突然目光望向了我，脸色勾起一抹狰狞的笑容。看到这里，我来不及多想，直接冲向了窗户。但韩倩倩更快，她手掌一挥，一刀已经落在了我的腿上。我惨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跳出了窗户，鲜血在流着。我疯狂奔跑着，寻找着门的方向，但找寻了四周，我却不知道门在哪里。我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，恐惧地站在原地。我仿佛无头苍蝇一样，在学校里乱撞，整个人别提有多惶恐了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我猛地向后看了一眼，韩倩倩追上来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寻找着四周的教学楼，但是根本没有。韩倩倩刹那之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面容狰狞地举起了手中的匕首。我内心无比绝望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死亡。但这时，韩倩倩身体猛地摔了过去，一个人影出现在我面前。她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，目光看向我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是你。我看向眼前的人影，怎么也不敢相信，竟然是杜魔大师救了我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走。杜魔大师说完，拉着我就要离开，我急忙跟着他离开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了，只想着活下去。杜魔大师拉着我向着后门跑去，在我身后，韩倩倩眼神凶厉地看着我们，身影一闪，已经来到了我们身后。他举起匕首，一刀就要贯穿我，但杜魔大师挥动锡杖，为我抵挡着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击。此刻，我一边奔跑，一边感觉到荒谬无比。刚才还要杀光我们的杜魔大师，如今却在保护我，这前后的反差让我感觉太离奇了。杜魔大师身体颤抖着，他脚步轻浮，看样子已经受了重伤，鲜血在他身上流淌而下，但他一直在保护着我。很快来到了后门，我急忙冲了进去，却看到杜魔大师正在奋力抵抗着韩倩倩，在他身上的鲜血越来越多，已经不堪重负了。大师，快点出来！我看向他喊道。杜魔大师一边打一边后退，但韩倩倩突然怒吼一声，她的速度竟然快到匪夷所思的地步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杜魔大师压力大增，身体又多了数道伤痕，只是他冷静地抵御着，身体纹丝不动。但就在这时，韩倩倩伸出手，一道寒光闪过，杜魔大师拿着锡杖的手臂被斩断。杜魔大师闷哼一声，身体向后倒去，而这时韩倩倩狞笑着挥刀而过，杜魔大师倒在地上，已经无法反抗了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竟然冲了进去。韩倩倩根本想不到我会这样做，身体竟然被我撞飞了。而这时，我急忙拉住了杜魔大师，将他向着后门拖着。很快，我艰难地将杜魔大师拖出了后门。而这时，韩倩倩已经赶到，但她挥动匕首，却无法前进一步。杜魔大师身体喘息着，目光看向我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离开，反而要救我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想杀你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我看着他突然说出这句话，杜魔大师愣了一下，突然自嘲地笑了起来，哈哈哈！我堂堂一个高僧，到头来却不如一个少年，真的是讽刺。我目光看向眼前，韩倩倩异常暴躁，她挥动匕首，想要疯狂地刺向杜魔大师，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成功。大师，我们快点离开吧，你受了很重的伤。我看向他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欠他的，早晚要还的。”杜魔大师摇了摇头，坐在地上，目光眺望着远处，眼神十分平静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嘴唇动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大师为什么要杀我，却又救我？”因为我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，何必牵连无辜的人呢？杜魔大师感慨了一下，目光看向韩倩倩说道：“他已经无法被我控制了，我多年的谋划还是没有结果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反而很平静，并没有任何失望。大师既以慈悲为怀，为何要做这种事情？我不解问道。为了向一个人复仇。杜魔大师看向我说道，目光变得坦然。复仇？我满脸诧异。对，复仇，但以我的力量是无法复仇的，只能通过韩倩倩了。杜魔大师说道：“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要如此仇恨他？”我奇怪问道。他屠杀了我们整个寺庙的人，包括我的师傅。杜魔大师说到这里，眼神闪过一丝冷意，却又恢复了平静。原来如此，我点了点头，看向他的目光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恐惧和仇恨。他也是一个可怜人，为了复仇沦落到这种程度。可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，我看向杜魔大师，犹豫了一下问道：“大师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？刚才韩倩倩明明受到了你的控制，这一点我也不清楚，但根据我的观察，我的计划出现了巨大的变故，有人中途介入了。”杜魔大师摇了摇头，眼神恐惧道：“刚才我很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极为邪恶的力量阻止了招魂灵，这股邪恶力量我简直闻所未闻。我可以肯定，我被人算计了。”我目光看向他，脑海当中泛起惊涛骇浪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这么说，真正放出韩倩倩的人并不是你，而是那个幕后黑手。”没错，他早一步将韩倩倩放出来，然后开始密谋这一切。我不过是他的棋子而已。我以为我掌控一切，但实际上
韩倩倩早就不受我的控制了。在我的计划当中，不需要死这么多人。韩倩倩经过7年的阴气滋养，自然会变成极为凶悍的厉鬼。可早5年放出来的韩倩倩，失去了阴气的滋养，变得更加狂躁，也更加凶厉。根据我刚才的观察，目前死在这里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人，这会加重这里的怨气，让这里变成一片真正的兄弟。而这恐怕才是幕后黑手的真正目的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到头来被算计的人竟然是我。听着杜魔大师自嘲的话，我感觉浑身寒冷。杜魔大师这样的人物，到头来都被人算计，幕后黑手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幕后黑手的目的究竟是想做什么？他想让韩倩倩杀光我们所有人吗？我看向他问道。我也不太清楚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杜魔大师困惑地摇了摇头，目光充满了思索。大师，我们难道就没有逃出去的办法了吗？我看向他，小心翼翼问道。你根本不知道你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。杜魔大师看着我，认真说道。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绝凶之地，凡触碰者必然遭到诅咒，永远也无法离开。而一旦在这里死去，就会融入诅咒当中，让诅咒变得更为可怕，将恐怖死亡不断蔓延，诅咒每一个进来的人。这么说，我们不就完蛋了？我看向他问道。这倒是不尽然，只要想办法对付韩倩倩就行。杜魔大师说到这里，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无比，他气喘吁吁了一下，看向我说道：韩倩倩含冤而死，一怒之下杀死37人，但罪魁祸首李阳却逃过一劫，这让他变得非常凶悍。如果能化解他的怨气，那么说不定活下去。李阳为什么能逃过韩倩倩的追杀？我好奇问道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他应该是用了某种邪术。杜魔大师说到这里，脸色愈加的苍白，但他毫不在意，眼神已经有了解脱的意味。我感慨地看着杜魔大师，内心很清楚，他的伤势极为严重，已经无法救治了，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要死去了。不知道为何，我有些伤感，看向他问道：大师的仇人是谁？如果有机会，我会为你报仇。哈哈，你恐怕不行。杜魔大师摇了摇头，面容谨慎道：他是一个比鬼更可怕的人，你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因此我也不会告诉你他的名字。我看向杜魔大师，又望向韩倩倩，突然问道：大师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从小在寺庙长大，原本想要青灯古佛，常伴一生，可谁知会发生如此惨剧。杜魔大师说到这里，眼神充满了悲伤。慈祥的师父，敬爱的师弟，一个接着一个倒下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向佛祖发誓，就算我堕入阿鼻地狱，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只可惜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却始终无法报仇。我点了点头，神情平静无比，目光看向他，轻声道：大师累了吧？也该休息了。是的，我太累了。杜魔大师摇了摇头，目光看向韩倩倩说道：不要怪他，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凶灵，他一生痴情，却换来了背叛，死后还要被我利用。现在的他凶力异常，但只要化解他的戾气，他就不会再杀人，这也是你们唯一生存下去的办法。我点了点头，看向韩倩倩说道：我会想尽办法解决的。那就好。杜魔大师点了点头，脸色红润了很多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我知道这是回光返照。我突然说道：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不必了。杜魔大师摇了摇头，伸出手将一个铃铛递给了我，这是招魂铃，也是我送给你最后的礼物，它的具体作用你自己慢慢摸索吧。我接过招魂铃，这个狰狞无比的东西，入手的感觉冰凉。现在的我已经放下仇恨了，只希望你不会遇到它。杜魔大师道了一声佛号，面容越来越红润，但我却知道他距离死亡也越来越近，我所犯下的罪孽也该到了偿还的地步。杜魔大师感慨一声，微闭上眼睛，已经陷入了沉寂。看到这里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不合时宜开口道：大师，有一件事情我困惑很久了，为什么每一次我逃出这里后都会获得一大笔钱呢？你说什么？杜魔大师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向了我，眼神充满了震惊。我们每个人从这里逃出去后都能获得一大笔钱。我拿出手机递给他看，杜魔大师仅仅是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换着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惊恐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挤出一句话：要出大事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向他问道。杜魔大师看向我，声音恐惧道：我曾经听说过，如果传说是真的，那么你面临的恐惧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怕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向他焦急问道。我跟你说，当初杜魔大师刚想开口，但到了一半，他声音戛然而止，脑袋垂了下去，整个人盘腿坐在了地上，再也没有了声息。我愣了半天，久久都没有说话。过了好一会，我低下头微微向他鞠躬，然后转身选择了离开。韩倩倩竟然呆立了半天，然后也同样离开。就在我离开废弃学校后，正好碰到了李通天和蓝乐乐，他们两个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表情说不出的诧异。你竟然没死？李通天喃喃自语道。这很奇怪吗？我白了他一眼说道。哇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蓝乐乐向着我冲了过来，扑入我的怀中，对着我的脸就是一顿猛亲。他目光崇拜看着我，轻声说道：你又救了我一次，我都快爱上你了。我轻轻将他搂住，刚经历了一次生死，我反而平静了很多。李通天看向我问道：发生了什么？我张开口想要说，但最终还是摇摇头，不打算告诉他。李通天也没有多问，只是说道：如果有对付韩倩倩的办法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点了点头，内心已经想到应对韩倩倩的办法。这一次死里逃生让我精神很疲惫，特别是杜魔大师的死，让我逐渐发现我们正陷入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。杜魔大师是棋子，我们也是棋子，就连韩倩倩也有可能是棋子。李通天离开后，我拉着蓝乐乐的手行走在学校里，蓝乐乐小脸微红看着我，
忍不住问道：“你胆子大了很多吗？”没什么，我拉着他的手，目光认真道：“我在想一个问题，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李阳这个人绝对有问题，切，这是自然的，他可是渣男。”蓝乐乐说道：“可学校方面很警惕，我们恐怕问不出来具体情况。”我说道：“那就去找韩倩倩的父母嘛，他们说不定知道。”蓝乐乐大大咧咧说道：“对了，我怎么没想到？”我眼前一亮，看着他清纯可爱的脸，忍不住亲了他一口。你真的提醒我了，我们只要找到韩倩倩的父母就行了。讨厌！蓝乐乐推了我一把，眼神充满了喜色。我捏着他的脸，跟他调笑着，内心的压抑仿佛消失了一样。回到了教室，吴勇找到了我，突然开口道：“老大，你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”哦，什么事情？我看向他问道。我听说最近有个女生死在了废弃学校当中，她母亲过来认尸体，哭得很伤心。吴勇说道。我心中一震，面上不动神色道：“这只是个传说而已，哪有这种事情？”说的没错，我也只是听别人说。吴勇摇晃着脑袋，突然说道：“只是最近学校好像多了很多陌生人，这让我很奇怪。有这种事情吗？”我脸色严肃道：“可能是我想多了，经常有社会上的人来我们学校。”吴勇说道：“这样。”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。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我跟蓝乐乐汇聚在一起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眼神充满了依恋。我不动声色地看向他，说道：“我可听说你了，被评为全校最美校花，嘻嘻，我可是很受欢迎的。”蓝乐乐看向我说道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：“那你怎么会看上我了？”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长得帅吧。王乐乐眨了眨眼睛说道。我不动神色地抽回手，目光冷静道：“我们还是讨论一下韩倩倩的事情吧，这才是目前最为重要的。你这个人真没意思。”蓝乐乐白了我一眼，撅着嘴说道：“我这么一个大美人站在你面前，你却想着那个女人。”我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，瞪了他一眼说道：“我想的可是让咱们如何活下去，我不管嘛，我就在你面前，你要将目光注意在我身上。”蓝乐乐摇晃着脑袋说道：“切，你一个小女生有什么可看的？”我捏了捏她的脸说道：“我们两个打打闹闹，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一边。可无论如何，韩倩倩必须想办法对付。”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，手中拿着招魂铃，内心充满了兴奋。这个东西是渡魔大师给我的，当初他想用这件东西来降服韩倩倩，但是他最终没有成功，这并不代表着这件东西就没用，他也许具有操控鬼的力量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摇晃了一下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有些困惑，继续摇动手中的铃铛，依然什么事情都没有，这让我有些失望。将招魂铃放在了旁边，我就睡着了。只是我睡得很不好，晚上的时候总有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。到了后面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目光看向四周。这时我愣住了，在我面前一个老太太正站在我床前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。她身上穿着红色的衣服，下身是棉裤。我被吓了一大跳，张口就要喊出来，但当我看到这个老人后，马上闭嘴了。这个老太太我认识，正是邻居家的，我小时候还在她家里吃过饭，她的子女也很孝顺。郭奶奶，你怎么深更半夜过来了？我看向她困惑问道。是你叫我来的？郭奶奶缓缓说道，目光依然呆滞。可我并没有叫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先送你回去吧，天色已经晚了。我从床上坐起来说道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吧，你这孩子可要注意点。郭奶奶看向我，目光充满了温和，然后转身就离开了。我刚想站起来送，但是郭奶奶的速度很快，竟然眨眼之间就走出了房门，这让我赞叹一声，真是老当益壮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床吃早餐，跟父亲聊起了这件事情。我漫不经心道，邻居家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为什么郭奶奶半夜会来我的卧室？有这种事情吗？父亲表现得很震惊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看到我不像说谎的样子，他这才说道，没什么，你可能做梦了。昨天晚上我半夜起来，你的卧室门是关着的。既然是这样吗？我点了点头，也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。就在我准备上学的时候，却发现外面多了一个灵堂。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以为意，只是当我目光横扫了一眼后，脸色顿时惊呆了。在灵堂中间挂着一个黑色照片，正是郭奶奶的照片。难道？我只感觉喉咙干涩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我找到了邻居，这对小夫妻正在痛哭。我先是上了一炷香，这才问道，郭奶奶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半夜走的，走得很安详。女人微笑道，眼圈却红了。我默默点点头，然后转身选择了离开。去学校的路上，我看着手中的招魂铃，内心充满兴奋。这个招魂铃果然具有招鬼的力量，而且被招来的鬼似乎并不能伤害我。郭奶奶就对我没有半点敌意，不过她真正召唤的恐怕是最近刚死的人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昨天半夜郭奶奶会来找我。回到教室，坐在座位上，我慵懒地对吴勇说道，今天学校又发生什么事情？也没什么事情发生，不过老大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吴勇看着我，脸色复杂道，我跟朋友吹牛的时候，我朋友告诉我，他们班也有一个人突然有了很大一笔钱，也开始疯狂挥霍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转过头看向他，目光却很平静。他是不是跟你一样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吴勇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咬牙问道。我愣了一下，无奈说道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如果可以，能不能带上我？吴勇低声说道，眼神充满了哀求。这可不行，这件事情很危险。我摇摇头，拒绝了他。吴勇目光哀求看着我，我转过头不去看他。过了一会，他低声说道，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，可我真的想知道，你很缺钱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看向他说道，我知道老大你够义气，但我更希望自己赚到钱。吴勇看向我，眼睛红红着。我昨天跟暗恋已久的女生表白了，但是她根本看不上我，说我穷。但我知道她的男朋友是个渣男，到处勾搭女孩子，可他就是有钱。而我呢，农村出来的，
根本没钱。我暗恋了他7年，从初中到高中，可我什么都得不到。现在外面的宾馆天天有学生情侣去开房，我羡慕却根本没用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他说道：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但我们做的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无论多么危险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吴勇祈求看向我说道。我依然没有答应他，只是默默地拿出微信给他转了一大笔钱。吴勇愣住了，他眼睛红红地看着我，低声道：老大，谢谢你。没什么。我微微一笑，对他说道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又请他吃饭，故意跟他说我们做的是传销，让他不要跟我一样，这是违法的事情。吴勇信了，目光感激地看着我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李通天的电话，他告诉我有重大的线索。当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凉亭当中。看到我后，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找到韩倩倩的家了。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眼神惊喜无比。真的太好了，你是用什么办法找到的？5年前的事情虽然被隐瞒了，却依然有蛛丝马迹。我调查到了接纳韩倩倩尸体的殡仪馆，通过殡仪馆的联系电话找到了韩倩倩的父母。李通天看向我说道：那真的是很不容易，现在韩倩倩的父母找到，我们就能真正了解5年前发生的一切。我看向他说道：李通天点了点头，目光充满了兴奋。于是我们马上动身前往韩倩倩的家，来到了一片棚户区当中。我们左拐右拐，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平房。当我敲开门时，一个中年妇女开了门，她看了我们一眼，问道：你们是谁？李通天说道：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人，我们这一次是来调查当年事情的，进来吧。中年妇女看了我们一眼，她满脸沧桑，虽然看样子不过40多岁，却如同一个老人一样。屋子里很昏暗，但我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韩倩倩的照片。这张照片里，她穿着校服，洋溢的青春的活力，脸上也没有死人的苍白。我不由自主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轻声问道：我想知道韩倩倩学姐是怎么死的？知道又能怎么样？她是自杀。妇女苦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看向我们说道：你们来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听说当年有个渣男让学姐怀孕了。我轻声说道。谁知道妇女脸色听完后顿时变了，她咬牙切齿道：都是那个李阳，是他害死了我的女儿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女儿做不出那种极端的行为。可我听说了另外一件事情。李通天突然开口，目光看向他说道：你女儿自杀后似乎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。哈哈哈哈！妇女突然狂笑一声，面容变得狰狞无比。这一幕让我和李通天心惊肉跳，身体都不由一哆嗦。我当你们是来干什么？果然是因为我女儿。妇女看向我们，眼神阴沉道：无论她做了什么，都是被你们这些人害的。当初要不是你们苦苦相逼，她也不会自杀。只可惜那个害我女儿的，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真是苍天不开眼。不过没关系，早晚他会把你们全杀光。说到这里，他指着我们，眼神充满了疯狂。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他急忙冲过去，抱住了妇女，不断安慰着。过了一会，等妇女安静下来了，他这才将目光看向我们，说道：不好意思，自从我女儿去世后，她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，是吗？我脸色如常，内心却掀起波涛海浪。这个妇女刚才说话异常清醒，根本不像是有精神问题。难道真如她所说，韩倩倩会杀光我们所有人？李通天趁机问道：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韩倩倩学姐当时的具体情况？男人叹了一口气，目光柔和道：我的女儿从小就乖巧可爱，谁知道上了高中后就开始魂不守舍的。当初她告诉我，有个男生一直在追她，我也没有当回事，因为我了解我的女儿，她一直把学习放在第一位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开始变得敏感、脆弱，整个人仿佛崩溃了一样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她原来怀孕了。他母亲把他打了一顿，要他带我们去找那个李阳，他死活不愿意，但他母亲还是去了。结果李阳根本不承认，他母亲想要告发，但李阳的背景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无济于事。后来倩倩还是把孩子打了，但在那之后，他开始自闭，学习也一落千丈。就在我们准备转学的时候，他突然崩溃了，选择了自杀。说到这里，他捂着脸，满脸的痛苦与绝望。我愣住了，目光望向他，想要问点什么，却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李通天却说道：那么在你女儿去世后，还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倒是有一件事情，一个和尚突然来到我们家，把他的一些物品拿走了。男人回忆说道：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渡魔大师，我倒是不奇怪，只是犹豫了一下，看向他问道：可我听说韩倩倩去世后，好像学校出了一些很诡异的事情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男人的态度突然冷漠起来，他目光看向我，隐隐有些敌意。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轻声解释道：我并不想计较当初的事情，只是我听说韩倩倩死后发生了事情，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关于这个，我无可奉告，你们该离开了。男人站起来，眼神不耐说道。李通天急忙说道：我想知道更多韩倩倩的事情，我女儿已经死了，还是自杀？知道再多又有什么用？男人摇摇头说道。但旁边的妇女却喃喃道：不，我女儿没死，她还活着，我亲眼见到她了。好了，别疑神疑鬼的。男人摇了摇头，捂着脑袋说道：我都快被你们逼疯了，你们快点离开吧，就让我们安静一下吧。我无奈的点点头，正准备离开，但这时妇女看向我的手臂，突然尖叫起来，她指着我的手腕，疯狂喊道：这个手镯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看了看手腕的血鬼镯，
目光愕然地看着他。但妇女却冲了过来，粗暴地将我的手镯取下来，握在手中，仔细地看着。没错，这就是我女儿的东西。你告诉我，我女儿在哪里？妇女死死抓着我的手，让我手掌疼痛无比。她目光疯狂地看着我，眼神有惊喜，也有哀求。老婆，你肯定看错了。男人走过来，想要拉开她，但妇女却死死抓住我的胳膊，目光倔强道：“这就是我女儿的手镯，我不会看错的。当初是那个和尚给她戴上的，说可以入土为安，但我女儿的尸体随后就不见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大喊大叫，对着我身上乱抓着。我强忍着疼痛，抽开了手，目光看向她，问道：“你女儿的尸体不见了？”没错，我女儿尸体不见了，都是那个和尚搞的鬼。妇女大喊大叫着，男子一边控制着她，一边哀声叹息。在这一刻，我却彻底明白了，渡魔大师想尽办法偷走了韩倩倩的尸体，将她镇压在了废弃学校，而被算计的就是这可怜的一家。他们连女儿的尸体都找不到，怪不得渡魔大师临死前深感愧疚，说对不起他们一家。这一家子实在是太悲惨了，他们失去了女儿，还被死死的算计。可渡魔大师也不过是被复仇吞噬了心灵的可怜人，唯有李阳才是真正的恶人。妇女仔细端详着手镯，目光期待地看着我：“你是不是见过我女儿？对不对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看着她的眼神，不知道为何我心中一颤，咬牙点了点头。我就知道她没死，她为啥不回来？妇女说到这里，眼圈又红了，但男人却勃然大怒道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女儿已经死了5年了，就算骨头都烂了，你们是来骗钱的吗？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不，我真的见过她。”我目光看向男人，然后开始描述韩倩倩的相貌外衣，甚至还有她走路的动作。这下不只是妇女，就连男人都动容了。他的目光惊慌地看着我，颤抖问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见过她？”“对，我见过她，但她已经不是人了。”我低下头说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亲眼看到尸体的。”男人摇晃着脑袋，满脸的诧异。我就知道我女儿还活着，不管她变成什么，她都是我女儿。妇女一边痛哭着，一边拉着我喊道：“快点告诉我，我女儿究竟在哪里？我等了她5年，5年了。”听着她疯狂的话语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正要告诉她，却被李通天用眼神阻止了。他的目光看向我说道：“我们该走了，现在已经太晚了。”虽然很困惑，但我知道李通天肯定有话要告诉我。于是我们离开了平房。妇女抱住我的大腿，死活不要我走，哭着喊着要我告诉她女儿的下落，但男人却抱住了她，把她强行拖开了。听着她凄惨的声音，我感觉万分难受。等我们离开之后，我看向李通天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她韩倩倩的家？实在是有点奇怪了。”李通天看向我，谨慎说道：“刚才你难道没有观察到吗？韩倩倩的母亲对于女儿的离去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，但她的父亲表现的却很平静。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打听过他们家的情况，学校当初赔了他们一大笔钱，但他们却依然住在这里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听他们邻居说，男的在外面包养小老婆，还有自己的孩子，怎么可能在乎韩倩倩的死活？”我愣住了，想不到刚才温柔的男人竟然背地里如此残忍。李通天继续说道：“也许韩倩倩的尸体就是被他卖给渡魔大师的，所以你即便告诉他也根本没用。”说的也是，但我也有自己的考虑。我看向他，目光无奈道：“我之所以找到这里，是想拯救韩倩倩，也想拯救我们。”“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”李通天诧异问道。“渡魔大师临死前告诉我，韩倩倩遭受过无数屈辱，因此怨气极重，在死后才会凶戾异常，到处杀人。想要让她不再杀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想办法化解她内心的怨气，就算无法全部化解，也希望让她不再那么凶戾，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活下去。怪不得，可他们能帮助我吗？”李通天问道。“应该没问题，无论韩倩倩变成什么，她都不会伤害自己的父母的。如果她见到自己的父母，说不定怨气会下降不少，毕竟跟亲人相聚本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”我说道。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真的太好了。”李通天说道。“按照我的想法，想办法让韩倩倩跟她父母见一面，说不定就能解决了。”我说道。“这个办法不错。”李通天点点头说道。“这一次出行，我们收获巨大，可以说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。如果能够彻底解决，那么我们就能彻底从这场噩梦当中走出来。”下午的时候，我去找蓝乐乐，却看到他们正在上体育课。她穿着超短裙，清纯可爱的样子让周围的男生都将目光汇聚到了她的身上。看到我过来的时候，蓝乐乐跟我打了一个招呼，向着我跑了过来。“西西，我这一身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”我目光瞥了她一眼，眼神微微震撼着。她双手背负在身后，雪白的大腿露在外面，就仿佛漫画当中走出来的少女一样，让人转移不了目光。往哪里看呢？蓝乐乐注意到我的样子，小脸微红的瞪了我一眼。“没什么。”我嘴唇颤抖了一下，干笑说道：“我正不想上课呢，跟我去逛逛吧。”蓝乐乐说道。“鸡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正要开口，却看到李阳走了过来。他目光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望向蓝乐乐说道：“赶紧归队，我们正在上课。”“切，我才没兴趣上课，有本事找我父母。”蓝乐乐满不在乎地拉着我的胳膊，将脸贴在我肩膀上说道：“走吧。”“G。”我点点了头，看了一眼李阳，带着他走开了。行走在学校里，蓝乐乐突然捂嘴笑道：“李阳肯定气疯了，他对我有意思，全班都知道，不知道多少女生嫉妒我，可却被你这样的抢走了。我这样的怎么了？”我转过头，内心有些不满。蓝乐乐捏着下巴，仔细端详了我一下，
这才说道：“怎么说呢？明明长得不帅，却装作一副冷酷的样子，再怎么样都不是冰山男神，反而更像是个大木头。”我装作恼怒的捏了捏他的小脸，不屑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我让你失望了，那么再见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蓝乐乐急忙跑了过来，拉着我的手臂，目光得意道：“你生气了？谁叫你一直气我，也不哄我，真是活该。”看着他撒娇的样子，我微微一笑，感觉心情松快了很多。我低声说道：“韩倩倩的事情快解决了呢。”哦，真的吗？蓝乐乐眼睛先是一亮，又目光暗淡道：“可如果韩倩倩没了，就没有人给我们送钱了，能活着就好。”我倒是很洒脱，虽然经历了有钱的生活，却并不迷失。蓝乐乐点点头，目光也开朗了起来。虽然现在有钱，可过的却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，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够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目光充满自信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看向天空，眼神迷茫道：“梁凡，你说如果韩倩倩不追杀我们，你以后该怎么办？”这个嘛，跟以前一样，好好学习上大学呗。我想了一下，这样说道：“就没打算以后做点什么？”蓝乐乐看向我问道：“不知道呢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迷茫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未来我能干点什么。我原本想跟我女朋友约定一起去帝都上大学，可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。等这件事情结束后，我就好好生活吧。”是呢，平静的生活其实也很好。蓝乐乐拉着我的手，突然低下头说道，带着他闲逛了一圈。蓝乐乐突然好奇问我：“就我这个样子，怎么追上班花的？”我本不想告诉他，但被纠缠了半天，我无奈告诉他，当初追求宋双晴，我可是用了2年时间，2年以来从不间断的送早餐，对他关怀的无微不至，好不容易才追到了手。蓝乐乐听到之后，笑着骂我是舔狗，我也不反驳，只感觉到伤感。我努力了2年时间，还不及李玉明2个星期。蓝乐乐拉着我的手，突然看着我说道：“喂，如果你来追我的话，也会这样做吗？我可没兴趣追你。”我看着他说道：“切，人家可是大美女，想追我的人多的是。”蓝乐乐气鼓鼓看着我，目光愤怒看着我喊道：“你想追我，可要排队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要插队。”我突然一本正经道：“不行，不能插队，这对其他人不公平。”蓝乐乐反驳道：“我救了你2次，你就不以身相许？”我看向他问道。蓝乐乐一本正经地端详着我，过了一会，他得意道：“如果你长得帅，我肯定会说无以为报，愿以身相许来报答恩公。可你这样的嘛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愿意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恩公。”哦，是吗？那么下一次的时候，你就等着下辈子报答我吧。我脸色阴沉道：“嘻嘻，给你开玩笑的，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”蓝乐乐急忙求饶，我捏着他的下巴，得意说道：“那你可得好好伺候我。”但就在这时，蓝乐乐突然抬起脚尖，猛地亲在了我的嘴唇上，一时间我呆住了。蓝乐乐目光嗔怒地看了我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就是报答了，你可别想得太美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跑开了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知道为何，总感觉心情兴奋了很多。回到教室，我跟吴勇说起了蓝乐乐的事情，他满脸佩服道：“老大，我都听说了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那可是咱们学校建校以来最美的校花，有那么夸张吗？”我奇怪问道。当然了，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，而且身材那么好，简直完美。吴勇满脸兴奋道：“哦，是吗？我倒是不觉得。”我趴在桌子上说道：“老大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恐怕已经泡上他了吧？”吴勇问道：“这个倒没有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只是嘴角不知道何时也多了一丝笑意。晚上的时候，吴勇非要请我吃饭，还要我把蓝乐乐带上，我有些犹豫，但还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蓝乐乐果然出来了，化着淡妆，她那张小脸美得惊心动魄。饭桌上，吴勇对着她就是一顿夸，同时不断吹嘘着我多厉害。蓝乐乐抿嘴笑着，目光不时看向了我。等我们离开后，蓝乐乐说道：“你这个朋友挺有意思的，他是为了帮我。”我平静说道：“说起来，那个李通天在我们学校可不一般。”蓝乐乐拉着我的手，眯着眼睛说道：“他可是学生会主席，在校长面前都能说上话，那真的是不一般。”我漫不经心说道，拉着他的手，总感觉心情万分愉悦。我亲自送他回家，在他挥手告别后，我转身回家。到了家后，我又挥动招魂铃，这一次我并没有睡觉。伴随着招魂铃的诡异声音响起，整个房间都变得阴森无比。我默默等待着，目光恐惧地看向门外，但过了很久，并没有让推开门。就在我奇怪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窗户的响动。当我转过头后，顿时惊呆了，一个人影在窗外出现，这是一个男子，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我，身上到处都是血迹，我浑身颤抖着。我家里可是5楼，窗外竟然有人。虽然很慌乱，我却握住招魂铃，试探地对窗外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是你来找我的？”男子说道：“是吗？”我心情安稳了很多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死的？”有人开车撞了我，逃逸了。男子说道：“你能为我办什么事情？”我忍不住问道：“我能做到的一切。”男子说道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突发奇想，对他说道：“我缺点钱，你帮我弄到手吧。”好。男子说完就消失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男子再次出现在了窗外，他敲开了窗户，一只寒冷的手伸了过来，有一个黑袋子。我颤颤巍巍接过黑袋子，里面是一大堆的钱。看到这里，我满脸震撼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！鬼竟然能听从我的命令，
一想到这里，我满脸的兴奋，正想要开口的时候，却看到男子消失了。看到这里，我才明白，他只会帮我做一件事情。可即便如此，招魂铃也是极为可怕的法宝，如获珍宝一样握住招魂铃，我内心无比兴奋。有了这件事情，即便是逃出了韩倩倩的追杀，我依然能想办法弄到钱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走在大街上，却听到了别人的议论声。原来某个商店突然失窃，里面的钱不翼而飞，而监控显示根本没有人进入过商店。听到这里，我脸色有些不好，想了一下，我偷偷回到家中，把黑色塑料袋拿在手中，然后偷偷放回了失窃的商店。趁着没人，我独自溜走了。在我回学校的路上，我偶然看到地面上一大片血迹，周围还有树立的标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明白，昨天晚上那个死去的男人正是在这里出事的。回去教室的路上，我充满着兴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终于获得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东西。招魂铃真的是具有极为诡异的力量，当初渡魔大师恐怕就是依靠这件东西才能够降服鬼的。安然地趴在课桌上，吴勇已经不帮我打掩护了，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所有老师都已经放弃我了。在很多同学眼中，我因为失恋已经一蹶不振了，唯有吴勇知道我私下里出手有多么大方。自从渡魔大师死后，学校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原本进驻的工程队在这个时候全都撤离了。但我很清楚，学校方面是不会放过韩倩倩的，他们的目的跟我们一样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走出那个废弃学校。到了第3节课的时候，吴勇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对我说道：“有人找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走了出去。当我走出去以后，脸色变得很不好。韩倩倩的母亲站在走廊上，看到我的时候，兴奋地走过来，看着我说道：“我总算找到你了。”看着她憔悴的脸，我内心有些动容。这个可怜的母亲到底遭受了多少折磨，才会沦落到这个下场？她看样子是走着来的，脚下的鞋子很破旧，这实在很难想象。因为学校当初为了掩盖这件事情，肯定赔偿了他们家很多钱，可这些钱她一分都没有享受到。从她满脸沧桑就知道，她并没有因此享受过一丝一毫。孩子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我老公不让我出来，我偷着跑出来的。他目光看着我，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走在大街上就仿佛一个乞丐一样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看向他问道。我给李通天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告诉我来找你。他目光看向我，眼神怯怯道：“我希望你能带我去见我女儿。既然如此，跟我走吧。”我看着他说道。我带着他走下楼，他跟在我身后，目光警惕地看向四周。他看样子好久没有出屋了，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敏感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带着他来到了操场上。李通天已经等待着我们了。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恼火说道：“你就不能找人来接他？已经不错了。她老公把她锁在家里，还是我找人撬锁把她放出来的。”李通天看向我说道：“算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我挥挥手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内心充满了紧张，既兴奋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解脱感。蓝乐乐也被我打电话叫来，她目光惊喜地看着身后的女人，在我耳边低声问道：“她就是韩倩倩的母亲，绝对不会有错。”我微笑道：“这可好了，韩倩倩肯定能被爱感化，我们就得救了。”蓝乐乐兴奋说道。我们就这样向着废弃学校走去，一路上女人表现得很慌张，她不断地问我们各种问题，我不厌其烦地解释着。面对这个可怜的母亲，我根本不忍心拒绝。蓝乐乐拉着我的手，蹦蹦跳跳，看样子很开心。她目光看向我们说道：“这一次我们得救了，大家都准备做什么？”我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李通天淡漠说道：“我也差不多。”我耸了耸肩，表情很是兴奋。相比我们的兴奋，女人却表现得很奇怪，她浑身颤抖着，一会高兴一会悲伤。等到了废弃学校的时候，她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指着身上的衣服，一脸为难说道：“我穿这样的衣服不太好吧？你是她的母亲，你穿什么她都不会在乎的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温柔说道：“这样就好。”她松了一口气，轻声说道：“5年了，也不知道我女儿啥样了。”我们已经来到了门口，看着远处废弃的学校，我突然犹豫了。就这样把这个无辜的女人卷进来，真的好吗？她已经够可怜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目光望向了李通天，他看向我说道：“我们这一次无论成不成功，都带着她见一面吧，就当满足一个可怜的母亲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李通天说的没错。我看向妇女，低声跟她说道：“阿姨，一会你可别冲过去，就在门后面看看就行，千万别过去。万一你女儿凶性大发，你会没命的。她怎么会伤害我呢？我把她养大。”妇女喃喃自语道：“她现在已经不是人了，你必须注意一点。”我严肃说道。妇女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我对着门口喊道：“韩倩倩，你给我出来！”伴随着我的话语，在操场远处，一个惨白的身影如同一道利剑一样穿梭过来，眨眼之间就来到了我的面前。即便是隔着一道门，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她浑身的煞气。韩倩倩来了，她握住匕首，目光凶残地看着我们女儿。这时妇女看到韩倩倩后，疯狂地呼喊着，就要向着她冲过去，拉住她，万一出事就麻烦了。我急忙对李通天喊着，李通天疯狂按住她的肩膀，蓝乐乐也抓住她另外一只胳膊。妇女猝不及防倒在地上，她目光望向韩倩倩，伸出手撕心裂肺地喊着：“我的女儿，我找了你5年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”听着她撕心裂肺的声音，我内心并不好过，但我依然说道：“阿姨，你女儿现在已经丧失人性了，你不能刺激她，也千万别过去。”“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我起来。”妇女看着李通天，含着眼泪点了点头。李通天和蓝乐乐这才松开她的手，但下一刻，妇女猛地向着门口冲了过去。我见状，急忙伸出手，想要挡住她，但是一股巨力传来，我被撞到了一边，幸好没有进门。而这时，妇女
哭喊着冲了进去，一把抱住了韩倩倩，痛哭着：“女儿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”韩倩倩目光看向了怀抱住自己的妇女，眼神当中浮现起一丝凶厉，手中已经举起了匕首。不好！看到这里，我大惊失色，想要冲过去救出她，却被李通天拉住。别担心，你看，李通天说道。我愣了一下，却看到韩倩倩举起了手中的匕首，就要捅向母亲的后背，但母亲抱着她只顾得哭，根本不管其他人。韩倩倩的手臂颤抖着，匕首缓缓接近了母亲的后背，但是很快又缓缓地离开，连续重复了好几次。韩倩倩手中的匕首依然没有落下去，看得出韩倩倩在挣扎，她凶悍无比，敢杀死任何人。可在她面前的却是等待了5年的母亲。这个可怜的母亲满脸憔悴，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烂不堪，可想而知，她这5年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罪。女儿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无论你变成什么，你都是我女儿。妇女紧紧抱住她，眼神充满了激动，泪水不断流淌而下，落在了韩倩倩身上。韩倩倩眼神中的凶厉在逐渐消失，脸上也不再那么凶厉，而她手中的匕首竟然掉落在了地面上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大喜过望，成功了。果然，就算是韩倩倩再可怕，他也不会杀死自己的母亲。说的没错，李通天眼神振奋道：“虎毒不食子。”韩倩倩虽然极为凶厉，但是她也不会伤害自己的母亲。其实每个人都一样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魔，人性跟兽性之间永远在对抗。韩倩倩面对母亲的时候，内心中的人性被激发出来了，太感动了。蓝乐乐抹着眼泪，目光看向这一幕，声音颤抖道：“这就是母爱的力量，母爱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，太让人感动了。我们成功了。”韩倩倩内心中的爱被激发出来了，她不会杀人了。李通天兴奋说道。我微微一笑，目光看向眼前温馨的一幕，妇女怀抱着韩倩倩，不停哭泣着，诉说着自己的痛苦。在这5年当中，谁知道她忍受了多少屈辱与折磨。韩倩倩的死，她原本想要追查到底，但是丈夫却拿了学校一大笔钱，私自与学校和解，并且同意隐瞒这件事情。她想去找电视台曝光，却被丈夫追上来就是一顿毒打。之后在这5年当中，她多次被暴打，囚禁在家里，但是她内心依然没有放弃希望。她好多次逃出去，想要寻求帮助，不在乎一次又一次的暴打，哪怕丈夫在外面保养小老婆，她也毫不在意，心中想的永远都是为自己的女儿报仇。如今她终于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虽然现在的女儿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，可就算她再怎么变，也依然是自己的女儿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东西。韩倩倩默默听着，脸色的凶狠正在消失，目光也变得柔和了很多，就连她的气息也不再那么可怕了。现在的她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躺在母亲的怀抱当中，妇女搂着她的身躯，不断说着话。她伸出手抚摸着韩倩倩苍白的脸，声音痛苦道：“我知道你已经死了，可无论你变成什么，我都是你妈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们一起回去。”韩倩倩摇了摇头，目光充满着遗憾。看到这里，妇女急忙说道：“你还在记恨李阳吗？你放心，我给你报仇，就算我拼掉我这条命，我也会为你报仇。”韩倩倩依然摇头，手掌轻轻推开了她，手掌向外挥了挥。妇女脸色大变，看着她颤抖说道：“你让我走？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留在你的身边。”韩倩倩看样子很着急，她不断挥舞着手，甚至轻轻推开她，但妇女却抱住她，声音痛苦道：“我不走，女儿，我上次走了，整整5年见不到你，这一次我要是走了，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我有这种感觉，所以孩子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走的，我要留在你身边。”但无论妇女多么恳求，韩倩倩依然摇了摇头，并且推开了她。妇女一边哭一边抱住韩倩倩，死活都不愿意松手。看到这里，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，为什么韩倩倩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，就仿佛即将有什么人要回来一样。妇女依然抱住韩倩倩，不断哭喊着，就是不放松。韩倩倩脸色微变，她伸出手，重重地将妇女推倒在地，捡起地面上的匕首，就要转身离去。但下一刻，妇女抱住了她的腿，声音痛苦道：“女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知道你让我走是想保护妈妈，可到底是谁在害你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韩倩倩转过头，依然要离开，却被妇女死死抓住。韩倩倩很无奈，目光竟然看向了我，她的目光充满了哀求，充满了惊恐。我浑身一震，在她的目光当中，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。韩倩倩也在害怕，她究竟害怕的是什么？我并不知道，但是我恐怕会发生意外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拉住妇女，低声说道：“阿姨，我们先离开吧，以后你们还会再见的。”“不，我不走，如果我走了，我就见不到女儿了。”妇女摇晃着脑袋，坚决不愿意离去。时隔5年才见面，妇女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只能劝慰着她，但妇女就是一直哭，一直抱住女儿的腿，死活就是不松手。韩倩倩变得越来越急躁，她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，竭尽全力想把我们赶出去。我也隐约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同寻常，急忙拉住妇女的胳膊说道：“阿姨，算我求求你了，我们先离开吧。”妇女点了点头，无奈地站了起来，她悲伤地看着韩倩倩，依依不舍道：“孩子，你可要注意身体，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家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回去就跟你爸爸离婚。”韩倩倩默默点点头，目送着我们离去。妇女1步3回头，眼神充满了不甘心，但这一次她听从了我的意见，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但就在我们即将离开门口的时候，李通天突然喊道：“小心！”我急忙转过头，脸色却顿时大变。不知道何时，韩倩倩握住匕首已经冲了过来，她速度快到惊人。不仅如此，她的瞳孔竟然变成了红色，全身散发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，而她的脸也变得无比狰狞。刹那之间，匕首贯穿而过，却并没有杀死我，而是贯穿了妇女的身体。在这一刻，我愣住了，妇女愣住了，身后的李通天他们
也愣住了。这世间最大的惨剧就这样发生在我的面前。韩倩倩重重贯穿了母亲的身体，而她抽回手的时候，脸色变得无比狰狞。妇女并没有惨叫挣扎，而是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抚摸着韩倩倩的脸，艰难说道：“女儿，妈妈永远都爱你，永远都不会放弃你，无论你变成什么，妈妈都会去陪你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微微一笑，身躯缓缓地倒下。刚才这一刀已经贯穿了她的心脏，她如果不说话，也许还能支撑一下。可她说完这句话，已经彻底失去了气息，她的身体缓缓地倒下，落在了我的面前。看着眼前的尸体，我瞳孔微微一缩，目光望向韩倩倩。韩倩倩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握住染血的匕首，她目光显露着红光，让人感觉更加的危险狂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后退到门后，根本不敢面对她。这个时候的韩倩倩比任何时候都要可怕，她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很陌生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，唯有嗜血与狂暴。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？我看着她怒吼道：“你杀了你自己的母亲，你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失去了一切。”然而韩倩倩不为所动，她漠然看着我，眼神中的红光依然还存在，我却不管不顾骂着她。韩倩倩一动不动地听着，并不反驳，但我却明白，只要我敢靠近门的范围，她肯定会第一时间杀了我。我骂了不知道多久，但韩倩倩不为所动。李通天拉住了我的手臂，看向我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已经失败了。”我知道了。我突然仿佛失去了全身力气一样，有气无力地转身离开。韩倩倩看到我离开，她也转身离开了。至于身后的母亲尸体，她看都没有看一眼。在我们离开之后，蓝乐乐闷闷不乐道：“我们失败了。”可为什么会是这样？韩倩倩明明已经恢复人性了，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疯狂？的确有点问题，但我看她刚才的样子，应该是清醒的，也就是说，她并不是一时冲动。我皱着眉头说道：“那就更奇怪了。如果她想杀人，何必要跟着母亲搂那么长时间，说那么多话呢？”蓝乐乐问道。关于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她前后的反差实在有点太大了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喃喃自语道，双手抚摸着脑门，脸上充满呆滞，好像是他眼睛冒出红光的时候，其他时候并没有这种情况。李通天说道：“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变故？真的好奇怪。”我喃喃自语着，虽然很奇怪，但这一次试探我们以失败告终。不仅如此，韩倩倩变得更加凶厉了，在杀死自己的母亲后，她的气息变得更加可怕了。真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。回到了凉亭，我依靠在柱子上，满脸的无奈。这条路行不通，我想不到究竟出现了什么变故，才让韩倩倩发生那么大的变化，的确是太奇怪了。看来依靠亲情感化是无法化解韩倩倩的怨气了。李通天说道：“那就没有其他半分了吗？”蓝乐乐不甘心问道：“想要让一个人不再怨恨，第一种办法就是用爱来感化他，让他放下仇恨。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办法。”我竖起一根手指说道。李通天眼前一亮，看着我说道：“你是说替他报仇？”没错，韩倩倩之所以怨气这么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罪魁祸首李阳到现在还没有伏法。如果能够替他报仇，那么就简单多了。我说道。可怎么替他报仇呢？蓝乐乐看向我问道。我捏了捏他的脸，眼神中寒光一闪，直接说道：“直接杀掉李阳。怎么样？什么杀人？我不敢。”蓝乐乐脸色苍白，急忙摇了摇头。李通天同样摇了摇头，他说道：“首先，李阳的身份不一般，如果真的干掉他，那么我们也难辞其咎。到时候就算躲过韩倩倩的追杀，我们也会进监狱。而且就算我们真的杀死了李阳，韩倩倩说不定也不会放弃仇恨，反而会怨恨我们，杀死了他的目标。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我看向他说道：“很简单，想尽办法把李阳引进废弃学校，让他跟韩倩倩见面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韩倩倩会亲自杀掉他，亲自杀掉了自己最大的仇人，他的怨气就会被化解。到时候他说不定就投胎了。”李通天说道：“这个办法好，我们不用亲自杀人。”蓝乐乐急忙拍手说道。但很快新的问题来了，如何将李阳引到废弃学校？李阳作为5年前的经历者，自然知道韩倩倩的存在，他不可能去废弃学校自寻死路，我们必须将他骗进去，甚至想办法将他绑进去。我跟李通天商讨了一下，也想不出办法，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了蓝乐乐。你们要干嘛？蓝乐乐脸色惨白道：“我听说李阳很喜欢你，一直在追求你。”李通天看着他问道：“对。”蓝乐乐点了点头。那么如果是你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将他引进废弃学校，毕竟他对你那么痴迷。这样不行了。蓝乐乐挥挥手，急忙解释道：“李阳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么可能受我的骗呢？他骗我还差不多，我要是想诱惑他进去，恐怕不会成功，到时候我自己也会落入他的手中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眼泪汪汪，眼神满是恐惧。我心疼地伸出手，将他微微搂在怀中，看向李通天，坚定说道：“我会想办法将李阳引进去的，没必要让乐乐冒险。才这么几天，就把他叫乐乐了。你们的关系进展得很快吗？”李通天微笑道：“这跟你没关系。”我挥挥手说道。李通天点点头，转身就要走。他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对我说道：“梁凡，我有预感，我们是一类人，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就离开了。蓝乐乐想要挣脱我的怀抱，挣扎了一下后，依靠在我怀中，柔情脉脉看着我说道：“你终于不像是个大木头了。”这没什么。我拉着他的手，突然说道：“李阳，由我来解决。”